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我哋日更頻道啊，同大家睇個大陸嘅案件。呢個案件呢，同銀行有關個，就話喺2011年啊，有個老人家就死咗啦。點知2年之後呢，銀行啊就告佢啊欠債5萬啊。咁家屬呢就反問啦，就佢老豆啊都火化咗啦，而家借錢俾佢係邊間銀行啊？冥通銀行啊。咁喺2014年啦，河南新鄉一間銀行就爆發咗一場好激烈嘅衝突啊，令到嚟辦業務嘅客戶啦都好好奇去八卦到底發生咩事。咁淨係見到工作人員喺度嘈啦，咁有一個呢嬲到成塊面紅晒嘅年輕人啊，佢口入邊講啦，就係話原來啊銀行將呢個年輕人嘅老豆告上法庭啊，就話喺2013年就辦咗一筆5萬蚊嘅貸款，但係之後就冇按時歸還啦，去到而家為止呢，已經係拖欠咗27000蚊嘅利息啊。而匪夷所思嘅就係呢個年輕人嘅老豆喺2011年就已經死咗啦，咁啊真係見鬼咯！一個死咗2年嘅老人家，有乜可能係去到銀行度貸款呢？咁佢老豆呢，就叫李唐成，喺2011年去世嘅，而佢本來就係農村人嚟嘅，都係耕田為生啦，冇讀過啲咩書啦，但係都好勤力嘅。咁20幾歲嘅時候就結婚，就識咗佢老婆好大媽，然後就一直喺度互相扶持啦，到個仔李強終於就生性考到大學，同埋喺省嗰度揾到一份唔錯嘅工作。而佢2011年離世嘅時候呢，屋企人都非常之傷心。咁本來葬禮結束咗之後，一家人係慢慢開始接受個老豆去世嘅事實啦，亦都打起精神，打算好好地咁樣生活啦。咁去到2014年某一日啦，當地一間銀行呢，竟然就以欠債唔還做理由，將佢哋成家人告上法庭啊！收到法院傳票嘅時候啦，佢哋成家人都好愕然嘅，成個頭都係問號啊！因為呢，佢同佢老公啊李大爺成世人都好安分啊，打工賺錢，賺幾多使幾多，信用卡都冇張噶，而且好慳噶，從來亦都冇好似年輕人咁樣陷入呢個消費陷阱，先使未來錢啊，貸款就更加唔好講啦。咁竇大媽就懷疑係法院搞錯咗，但係無論佢睇封信睇咗幾多次，呢一張傳票都白紙黑字寫到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話李唐成喺銀行辦咗一筆5萬蚊嘅貸款，之後一直都冇按時償還，而家利息就去到27000啦，即加埋呢係77000蚊人民幣啊！而銀行亦都係落咗最後通牒啦，如果唔將呢筆欠款同利息還乾淨嘅話，唔單止會將佢哋列入失信名單啊，仲會告上法院，要同佢對簿公堂啊！咁對於一般嘅老百姓嚟講呢，俾人告上法庭啊，都係一件幾大嘅事嚟噶，嚇親嘅會。咁即使呢個竇大媽佢係冇乜見識，農民啦，但係佢都知道俾人列入失信名單到底係乜嘢事，個後果其實係會好嚴重噶。咁因為呢，唔單止會限制消費啊，而且唔俾坐飛機啦，唔俾坐高鐵啊，甚至乎呢，之後啲小朋友考研考公務員全部都會有影響啊，限制消費都算啦。咁反正呢，一路都慳開，咁冇乜嘢嘅，亦都唔會用大錢去做高消費，但係影響到小朋友嘅未來，咁呢一樣嘢呢，就點都唔忍得啦。而且佢老公死嘅時候啊，係好遺憾噶。點解啊？因為啊，佢見唔到自己孫仔孫女出世啊，而家死幾年啦。如果俾佢知道啲孫仔孫女因為佢啊受到啲咁壞嘅影響啊，咁啊死都唔可以眼閉。咁於是乎佢老婆竇大媽呢，就覺得唔能夠糊裏糊塗啃呢筆數嘅，一定要查清楚到底發生啲咩事，唔能夠呢係等人死咗都要孭呢隻鑊噶。於是乎啊，佢即刻呢叫翻自己喺省度翻工嘅仔李強翻嚟啊！一聽到銀行係要揾死咗嘅老豆追債呢，李強都嚇親啊！即刻趕翻嚟啊，然後攞法院嗰張傳票過嚟睇啦。佢一睇覺得唔對路喎，傳票上面寫住貸款辦理時間2013年。嗰陣時啊，佢老豆啊都死咗2年啦，有乜可能去銀行搞貸款啦？咁呢個咁大嘅漏洞係令到李強
同佢阿媽呢係精神為之一振嘅。佢哋喺度估銀行會唔會搞錯啊？搞呢筆貸款嘅其實唔係死咗嘅李大爺，而係同名同姓嘅人啊。但係啦，佢哋開心得太早啊！呢筆數真係掛咗喺死咗2年嘅李大爺名下。而為咗查清楚呢一筆貸款到底係咩事，李強嘅決定去到銀行一探究竟。去到銀行之後，李強就好似普通辦理業務嘅客戶一樣啦，攞籌排隊，不動聲色咁樣坐喺櫃員嘅面前。咁去到櫃台啦，銀行職員問佢要辦啲咩業務啦，咁李強喺個袋度攞出自己同老豆個證件交俾佢，就話查下佢老豆有冇辦啲乜嘢貸款。咁因為呢，有好多老年嘅人都唔識銀行業務，要屋企入邊嘅仔女幫手處理嘅，所以職員呢就冇因為李強嘅要求而大驚小怪啦。咁佢亦都好純熟咁樣調出李大爺嘅客戶信息，按照上邊嘅內容就向李強念咗出嚟啦。咁同佢講話，你老豆李唐成名下有一筆5萬蚊嘅貸款啊，系統顯示佢搞完之後就冇還過錢，而家累計利息27000蚊，建議你盡快償還本金同利息，如果唔係就會列入失信名單喎。咁聽到呢句咁嘅說話，亦都係同法院嘅傳票上邊相差無幾嘅。李強個心呢好唔舒服啊！冇搞錯，呢筆錢呢竟然真係掛咗喺自己死咗嘅老豆名下。呢個時候呢，李強塊面呢係黑過包青天嘅，佢壓住道氣同個櫃台職員講：麻煩你再查一下呢筆貸款係幾時辦噶？咁個銀行職員就望咗望啦，就話2013年個系統顯示呢筆貸款係你老豆喺2013年申請成功嘅。咁聽到2013年呢4粒數字啊，李強嬲到拍晒台啊！佢同佢講啊，哇，佢老豆2011年就死咗啦，你同我解釋解釋，佢點樣死咗2年之後去你哋銀行貸款啊？你哋銀行係冥通銀行啊？你哋係見鬼啊？定抑或連冥通嗰份你都做埋啊？咁啊，李強呢咁樣咁大聲質問個櫃台職員，銀行其他嘅人呢都即時望晒過去啦。而李強啊就要求銀行俾一個合理解釋啊，其他客戶都覺得呢件事匪夷所思啊，好多人啊連自己本身要做嘅嘢都唔做啦，行過去李強身邊睇下到底係咩事啊，陣間下次到自己咁點算啊？咁睇落件事好似有機會搞大啦。銀行嘅經理咧接到通知之後，即刻走過嚟將李強拉咗入去會議室嗰度，打算關門處理好佢啦。喺會議室入邊，阿李強再將成件事不厭其煩咁樣解釋咗一次，要求佢哋銀行俾一個合理嘅解釋同埋一個解決辦法俾佢啊。但係啦，呢條咁嘅銀行經理啦就一口咬定銀行嘅操作合規合法，仲反問佢係唔係屋企嘅其他親戚朋友偷咗死咗老人家嘅證件，然後呃咗銀行啊！哇，呢個經理好犀利啊，倒轉頭屈翻你啊！咁當然呢個可能性都係有嘅。李強心入邊就諗一諗啦，呢個情況有可能存在嘅。於是乎佢要求睇下當初貸款嘅合同，咁可能呢個合同入邊會發現到啲乜嘢線索呢？咁銀行經理都好配合啦，好快就將合同交到去李強手入邊啊！結果一揭開呢，就發現到唔對路嘅地方喎。咁原來呢一筆貸款就唔係佢老豆申請嘅，嗰個名呢就寫咗落擔保人嗰度啊。真正申請貸款嘅係一個叫李萬勤嘅女人啊，呢一個係佢完全唔識嘅名嚟㗎。李強喺腦入邊就喺度諗啦，有邊個親戚朋友叫李萬勤啊？咁諗嚟諗去都冇喎。佢問埋佢阿媽，佢阿媽又唔識，逐個親戚問啊，都冇親戚識啊。即係話雖然大家同樣姓李，但係李萬勤呢個人呢，同佢屋企老豆呢係冇半點關係嘅。咁好奇怪喎，完全唔識嘅陌生人啊，點解會咁放心去為對方擔保呢？因為按照法律規定，如果申請人冇按時還款嘅話，呢筆錢呢
就要擔保人去還噶。件事撲朔迷離啦，死咗2年嘅老人家做擔保嘅人呢，亦都係一個完全陌生嘅女人。呢筆貸款到底係發生啲乜嘢事啊？咁睇住開庭嘅日子越嚟越近啦，追訴嘅銀行梗係唔急噶，但係姓李呢家人呢就好急啊！佢哋唔可以坐以待斃，無啦啦就俾人扣嘅7到8萬蚊人民幣嘅，甚至乎呢還唔到，列入失信名單。於是乎呢家人呢就想千方百計去揾呢個叫李萬勤嘅人啊！佢哋成家人覺得啦，唔理係盜用證件又好，辦咗貸款唔還都好，反正罪魁禍首就係李萬勤，揾到佢咧肯定冇錯啦。咁但係咧呢一次佢哋又錯咗，原來李萬勤唔係背後搞鬼嘅人啊！佢同李家人一樣啊，都係蒙在鼓裏嘅受害者嚟啊！咁呢家人呢就好嬲。跟住去到李萬勤嘅老家啦，指住佢個鼻係咁鬧，係咁問啊！李萬勤呢個時候呢，根本就唔知發生啲乜嘢事。李萬勤同阿豆大媽一樣，都係農村婦女，冇乜見識，成世人都冇出過院門，平時一個人住喺村度，又冇做生意，又冇賭錢，每個月啊，淨係仔女打過嚟嘅錢都使唔晒。根本就冇必要搞啲乜嘢貸款。如果唔係李家人過嚟啊，李萬勤啊，仲蒙在鼓裏，根本就唔知道自己身上邊孭咗咁大筆數啊，而且仲俾人列入埋失信名單啊。由收到法院傳票開始，李家人係東奔西跑咁樣揾咗一圈，最後幕後黑手冇揾到，而同自己一家同病相憐嘅受害人呢，反而又揾咗一個出嚟，令到佢更加嬲。咁樣搞兩搞啊，佢覺得自己俾人玩啊，想要解決問題，個關鍵一定喺銀行身上啦。而李家人同李萬勤再次去到銀行度同佢對質啊，咁佢哋好嬲咁問啦，就話佢老豆李唐成2011年死咗，佢係點樣喺2年之後去到銀行同擔保人簽字擔保噶吓？而李萬勤就指住合同上邊嘅簽名同手印，就話呢啲啊全部都同自己係不符噶，就質問銀行：一，佢冇去現場；二，冇簽字按手印，你點樣同佢辦貸款啊？呢筆錢掛喺我名下，但係我冇收到錢，1蚊都冇用過，你哋打咗俾邊個啊？佢哋咁樣質問之下呢，銀行無言以對啊，而且個態度係極度敷衍嘅，好似唔想去積極解決呢單嘢㗎。咁見到銀行咁嘅態度呢，呢兩家人呢係嬲到爆嘅，一怒之下呢，竟然就以詐騙嘅名義將呢間銀行舉報去到銀保監會，而銀保監會收到舉報之後就重視嘅，有即刻展開調查。然後呢兩家人呢，亦都係舉報咗好多間嘅媒體去跟進呢件事，就希望借到媒體嘅壓力同輿論嘅壓力，盡快解決到啦。咁見到件事啊，慢慢搞大咗啦，銀行開始有壓力啦，銀行內部有乜問題，佢自己應該都知道嘅。咁於是乎佢哋又展開內部調查啦。咁事情嘅真相終於浮出水面啊！原來呢件事嘅幕後黑手係銀行嘅內部職員同貸款公司，佢哋互相勾結，利用銀行嘅客戶信息偽造合同，套取貸款，非法牟利啊！佢哋落手嘅對象一般都係冇乜文化同法律意識嘅農村老人。呢啲人呢，通常都係喺農村生活㗎啦，幾乎都唔會點樣出門啊，好容易呢就俾人利用㗎。就算知道自己俾人呃咗，呢班嘅老人家都唔知道應該要點樣維權㗎，甚至乎最後呢，就只能夠啞忍吞咗呢隻死貓。啲咁冇良心嘅事呢，原來呢一班人啊做咗好多次，幾乎係冇失手。但係佢估唔到啊，今次落手對象去到一個死人身上呢，就導致到後邊嘅事情徹底敗露啊！真相大白之後，涉事嘅員工就俾銀行炒咗同埋控制咗啦，而等住佢哋嘅就係法律制裁。咁最後呢兩家人先至叫做得到銀行嘅道歉。但係其實銀行嘅道歉有咩用呢？如果銀行一收到呢個咁嘅情況，即
刻去調查嘅話，根本就唔使佢兩家人跑嚟跑去啦，硬係呢就要人哋去上訪告到去銀保監先識做嘢嘅，追錢嘅識追啦，做嘢佢又唔識做喎，人哋都講到明啦，話佢簽名嘅時候人都死咗啦，咁點解當時佢唔走去查呢？去到最後件事搞到上級啦，先至動手，咁呢啲銀行都非常之有問題啊！咁而且睇到啊，有唔少人呢係好冇良心噶，係中意揾呢啲老人家去落手噶。好啦，咁今集呢同大家睇到呢度先啦，大家有咩想講呢？下邊留個言啦，咁我哋就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